歡迎來到新聞頻道，明星們很高興您訂閱了該頻道。肖戰檔期排滿，為何重慶號也等不到他？10日中煙剛剛殺青，小城良方諜報上不封頂，莫德賢排隊等播。網傳因此婉拒重慶號。肖戰的日程表是不是娛樂圈最難搶的資源？當一部部優質劇集扎堆地來，檔期反而成了頂流最大的奢侈品，這背後不僅是個人選擇的不易，更是整個行業流量邏輯的縮影。10日中煙的殺青來得並不輕鬆。2026年7月29日，這部中式無限流劇集在青島東方影都正式收官，拍攝歷時111天。肖戰作為貫穿3季72集的唯一大男主，殺青當天連續工作15個小時，凌晨5點32分才完成最後一個鏡頭。這還不算完殺青前1周，他連續多日拍大夜戲，凌晨2、3點收工已是常態。劇集計劃2027年暑期檔上線，後期製作週期漫長，但肖戰的下一個任務已經擺在眼前，待播劇隊列早已排滿。8月1日，正午陽光出品的網絡故事片《莫德賢》將在大屏點播專區一次性放出3集導演剪輯版。肖戰飾演抗戰時期的小人物莫德賢，在往後小城良方和諜報上不封頂2部作品均已入選中央廣播電視總台2026年大劇片單，播出時間箭在弦上。3部劇題材跨度極大，基層醫療、金融諜戰、抗戰敘事，幾乎覆蓋了當下國產劇最熱門也最考驗演技的賽道。就在這個檔口，網上關於重慶號的傳聞不斷發酵。這部正午陽光出品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項目，由孔生執導，侯洪亮製片，設定為中年線加青年線雙男主架構，取材自1949年重慶號巡洋艦起義的真實歷史事件，目標直指2027年建軍100年獻禮檔。最早傳出的雙男主陣容是肖戰搭胡歌，後來胡歌因張居正項目延期，檔期衝突退出，劇組換位羅晉接棒中年線。但始終有個問題懸而未決，肖戰這邊到底有沒有檔期接？從一部劇的拍攝週期來看，通常3到5個月，疊加宣傳期、綜藝錄製、商務活動，任何新項目想要插隊都難上加難。肖戰常年維持20多個代言在身，全球代言人身份佔比極高，續約率接近100%。品牌合作需要線下拍攝、活動站台、物料籌備，這些時間成本無法壓縮，再加上個人休息與學習充電，可支配時間幾乎被壓縮到極限。在這種狀態下，重慶號如果計劃2026年底開機，前後至少需要鎖定大半年拍攝週期，和肖戰現有排期的衝突幾乎是必然的。頂流演員的稀缺性，在這個行業裡是明碼標價的。肖戰手握23個國民大品牌及國際高端代言，其中全球 Title 18個，商務存續率內娛最高。微博之夜藝人包攬5項榮譽，待播劇諜報上不封頂和小城良方，以斷層票數斬獲年度期待劇集冠亞軍。這些數據背後是點擊率、話題度、廣告招商能力的綜合疊加。製片方為什麼寧願等檔期也不願換人？答案很簡單，換人的風險往往比等待的成本更高。此類現象在行業內並不少見。頭部演員的檔期已經成為一種硬通貨。項目方在爭取頂級流量時，即便面臨檔期衝突，也願意調整拍攝計劃或啟動備選方案。對於重慶號這類獻禮級項目來說，雙男主的選角直接關係到項目能否順利推進。肖戰走青年線，羅晉走中年線，兩人一個是流量與演技兼備的頂流，正劇、懸疑、生活劇均有涉獵，角色重複度低，戲路拓寬明顯。
一個是正午陽光的老熟人，過往安家理想之城的演技口碑穩定，中年線的線裡具適配度也符合正午的一貫選角偏好。這套組合一旦成型，話題度和品質感雙重拉滿，項目方當然願意多等一等的。但檔期博弈從來不是單方面的，演員團隊需要評估新項目與現有工作的價值、片酬、曝光、口碑、風險，每一項都是變量，是等得起還是換得起？重慶號這類項目吸引力巨大，但等待成本同樣不低。如果確認接演，意味着後續半年到1年的排期全部鎖定，其他遞來的本子就得往後推，甚至直接放棄。平台與資方對頂流檔期的爭奪，反過來也在推動演員被動選擇你接了這個，就得拒掉那個，沒有兩全其美。如果仔細梳理肖戰近年的作品序列，一條清晰的轉型路徑已經浮現。從2023年《夢中的那片海》開始，他逐步從古裝偶像劇向現實題材過渡。這部劇以上世紀70年代北京青年的奮鬥故事切入，入圍第34屆中國電視劇飛天獎，拿下2024電視劇品質盛典年度品質劇作獎。隨後，驕陽伴我再次扎根都市現實題材，搭檔白百合等實力派演員，進一步鞏固了他在正劇領域的口碑。到了小城良方和諜報上不封頂，雙雙入選央視年度片單。題材從基層醫療跨越到金融諜戰，制作方和播出平台都在向主流靠攏。十日中煙雖然披着無限流的外殼，但融合24節氣、象棋等傳統文化元素，為播先獲廣電部門實地調研認可，全平台預約人數突破150萬。而重慶號作為正午陽光出品的重大革命歷史題材，一旦確認出演，將是肖戰首次涉足現禮劇領域，轉型信號極為強烈。但密集接戲是一把雙刃劍，正面來看，連續輸出可以鞏固熱度，避免空窗期，積累作品量和觀眾認知。負面風險同樣不可忽視，表演同質化、身體疲勞、口碑稀釋，都是頂流演員在高強度排期中容易踩的坑。好萊塢一線演員通常1年只接1到2部戲，中間留出足夠的時間做角色研究和身體調整。而國內頂流的拼命三郎模式，雖然能在短期內堆高曝光量，但對藝術生命的長期消耗是隱性的。那麼，婉拒重慶號的真實信號是什麼？是檔期真衝突，還是團隊對項目的評估不匹配？推測可能2方面的因素都有。一方面，十日中煙剛殺青，3部待播劇排期緊密，年底前再進組新項目，時間上確實捉襟見肘。另一方面，對於角色契合度、劇本質量、合作班底的考量，演員團隊一定會反覆權衡。每劇一個項目，都可能影響未來資源獲取，但反過來，如果硬着頭皮接了，拍出來的質量不達預期，反而得不償失。頂流演員的職業規劃天然面臨一個悖論：鞏固流量需要持續曝光，但長期接戲可能耗盡觀眾的新鮮感；轉型質感需要時間沉澱，但空窗期可能導致流量下滑。如何找到穩與變的節奏，是每一個走到這個位置的演員都必須面對的問題。從行業視角來看，市場對流量演員的期待正在發生變化。觀眾不再滿足於有戲拍，而是要求拍好戲。平台與資方對長期主義的認可度在提升，但在實際操作中，仍然高度依賴短期熱度。這種結構性矛盾，讓頂流演員的每一個選擇都變得格外沉重。回到肖戰這個個案上，在當前檔期下，如果婉拒重慶號，合理的解釋是團隊在權衡之後認為，與其倉促上陣，犧牲質量，不如把精力集中在已經鎖定的項目上，把每一部作品打磨到最佳狀態。如果不接，
錯失的固然是一個獻禮檔的絕佳機會，但如果接後續的排期如何調整，同樣是一個巨大的難題。檔期困局的本質，從來不是時間不夠用，而是取捨的智慧。在頂流的光環下，每一個選擇都會被放大審視，每一次拒絕都可能被解讀為信號。但說到底，演員和觀眾之間最可靠的連接，還是作品本身。